大家好，我是姚少。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红烧滑水，这是一道上海的经典本帮菜。滑水就是鱼尾，鱼的游动全部是靠它的尾巴提供的一个动力，所以它的肉质特别的紧致，也特别的鲜美。做红烧滑水选用食材，一般我们会选用草鱼、花鲢。但花鲢它也有一些缺点，鱼尾的鱼刺比较细，鱼身比较薄，然后皮下脂肪呢也不够。因为草鱼无论是它的肉身、皮下脂肪、鱼尾的鱼刺，这些都能满足做一道地地道道的红烧滑水。要剪去尾巴处的鱼鳍，尽量不要破坏到这个鱼皮。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一面的鱼身肉整片的给它片下来，片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它的一个龙骨。我们在尾部给它改一刀，整片的鱼肉就跟它的鱼身开始分离了。这时候我们要对另一面开始进行处理。首先我们要在鱼尾这边要开上一刀，要方便下一步的把鱼肉展开。我们可以从鱼身的中心线划开，一直划到龙骨，需要用斜刀把左右两边的鱼肉要让它分离。这时候我们会触及到刚才我们剪鱼鳍的这个骨质的部分，下刀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现在我们已经把一面的鱼肉已经展开另一面的鱼身，把展开的这个肉继续的第二次展开，因为它一边是鱼肚，相对来说它的肉质比较松，还有一边是鱼的鱼背，两边的下刀的用力还有厚薄一定要非常注意。鱼背肉上会有一些那个骨刺，所以我们在划刀的时候稍微的用力要均匀一点，不要一下子一刀就切到底。最后我们需要把它翻身，开下几个口子，过油的时候能够炸得更加的酥，它也更加的入味。然后我们给它小心的铺在鱼尾上。为了达到更好的一个出品效果，我们可以把它一些边角料稍做一下修饰。下一步我们要在鱼身上要抹一点出油，因为大家都知道煎鱼比较困难，会粘锅。有的观众会说，我没有猪油怎么办？我家里是不是其他的油能够替代吧？只是说从不粘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在抹鱼的时候这个手势也是要稍微的轻一点，它们相连的地方比较薄，比较脆弱。这里我们也可以轻轻的抹一点，不要多。抹在这里，我们主要是让它要有一股香味。好，下一步我们要对刚刚开出的一个鱼身要给它过油定个型，同时也是让它有一个爆香。我们现在油温已经到了，好，我们先要撒入一点盐。撒盐的目的就是让锅底形成一个薄薄的一层隔离膜。我们下锅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让鱼身不要有破坏。第二个，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在炸鱼的过程中间它并没有冒出焦焦的一种油烟，我们就以这个温度让鱼在里面有一个炸透的一个过程，在它的边缘泛出一点点的焦黄，一点点刚刚泛出就可以了。我只是轻轻的滑动并没有去铲它。我慢慢的淋油，等一会儿我们马上要准备起锅了。你在鱼皮的表面它已经有一层硬壳起来了。关火，在倒去油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破坏鱼肉。这个时候鱼肉它相对来说会比刚才我们生的时候还要容易的被破坏掉。所以我们在选择倒油的角度的时候，一定要看，不用倒的特别的干净。我们需要一个底油的。我们来看鱼还是能够滑动的。现在我们要开始红烧的一个步骤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温度起来的时候也不要让鱼身焦掉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轻轻的滑动，放入几个姜片，花雕。我们只要可以沿着锅壁下去，这样锅的热量它能够产生一种锅气。生抽、老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我们所需要的酱色这是千万不要加糖加糖马上就能够粘锅底的。
酱色已经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时候了，这时候我们加入开水，水下去以后，我们的鱼身啊可以滑动的啊，这就说明我们这个一点没有粘锅。这时我们可以放入冰糖，大家如果家里没有黄蜜的，用白冰糖，但是希望能够颗粒小一点啊，这样便于它能够溶解。大家可以看到开锅煮沸了，这时我们还要注意啊，要防止它能够不要粘锅啊。好，我们加入适量的白糖，白糖的目的是提高它的一个甜味，不要集中撒在一块儿，这个很容易产生焦糊。没问题，我们加盖。这时候我们要把鱼肉要焖熟，火啊调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程度，尽量能够选用木盖。木盖它有一个透气性，它能够产生自来芡的这么一个出品效果。所谓自来芡，就是我们不用通过勾芡，它的汤汁自然就会浓稠起来。好，我们先打开看一下。比较容易粘锅底的，主要是这个红烧滑水的两边这两块肉。下面呢，即便如果说万一会有粘底的话，它不影响大的问题。中间它会有一条龙骨在，好，我们就大火吹一下。这个吹我们又叫它收汁。好，开大火，可以用锅铲，稍微的在比较容易粘锅的地方，轻轻的去试试看，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滑水能不能在锅里面做一些就小范围的一些走动。我们的收汁进入了尾声汁水收得越来越浓。这时候我们需要加入一点刚才我们炸鱼用的油，我们做一个淋油，让出品更加的漂亮。还是要滑锅。最后出锅之前，我们稍微淋上一点点白醋，让红烧的味道更加的浓郁，不要多，因为醋容易挥发，只要匀一匀。好了，就关火。